各位大家好，我的世界纪言版本周更新了 26.10.21 的預覽版本，主要是在此更新了更多幼年生物變種的新紋理，還有其他內容的優化。直接開始本期正片吧。首先加入了上周 Java 版更新的金蒲公英，這個金蒲公英的相關內容和 Java 版基本一致，合成方式也是相同，但不同的是，金蒲公英無法對鱿魚和發光魷魚的幼年變種使用，並且也不能和 Java 版一樣用來合成黃色染料和制作迷之燉菜，這些特性後面可能會補上。我後面也發現，餵養時的音效和 Java 版也不一樣。再次更新了更多幼年生物的新紋理，包含北極熊、羊駝、狐狸、蜜蜂、山羊、駱駝和球魚的新幼年變種紋理。其中，北極熊會再次攻擊靠近幼年北極熊的玩家，但是幼年北極熊會再次在某些情況下攻擊玩家。幼年骷髏馬和幼年僵屍馬現在不再會成長為成年形態，僵屍馬現在也不再會躲避陽光，使得僵屍馬與普通僵屍保持一致。修復了 Windows 平台中蘑菇頭上的蘑菇會出現浮空的問題，高清紋理下的收納袋和狼台也不再具有過大的比例。修正了新版設置 UI 中队伍設置的圖標，現在會正確顯示對應的內容。在視頻設置中加入了紋理流送的選項，用於啟用紋理流式加載功能，默認為關閉狀態。啟用此功能可以減少部分紋理佔用的 GPU 內存，尤其是在使用多個附加包的情況下來實現這個功能。同時也為 Windows 平台加入了失去焦點時暫停遊戲的選項。開啟之後，如果是在執行其他操作時，會自動顯示暫停菜單。在觸屏模式下，更新了交互按鈕的樣式，也是和 RUI 的風格進行了統一。不過在上傳之後，下傳的按鈕出現了 bug， 這個 bug 也已經反饋了上去，望可以修復一下。這次也加入了 RUI 版本的觸屏相關設置，這些內容也已經對觸屏設置的內容進行了完善，可以更方便的調節觸屏相關的設置。需要注意，目前這個新 UI 只能通過修改文件的方式才能看到，後續會以雲控的形式推送。這個版本也引入了數據驅動 UI 的系統，未來也希望能夠使用數據驅動的方式來更改 RUI 的內容。以上就是本期的視頻內容了，感謝觀看。如果喜歡本期視頻，大家不妨來個3連關注支持一下。制作不易，下期視頻再見。